精神觉醒是指个人内在发生的意识或觉知的深刻转变，它通常被描述为自我发现和内在转变的旅程，超越自我的限制，将个人与更深层次的意义、目标和世界的相互联系起来。虽然精神觉醒的表现方式因人而异，但与之相关的有一些共同主题和经历。以下是一些关键方面。扩展意识。在精神觉醒过程中，个人通常会经历意识和感知的增强，他们可能会更加敏感地察觉自己的思想、情绪和周围的世界。这种扩展的意识使他们能够更广泛地理解生命，超越物质或表面层面。自我反思和质疑。精神觉醒通常涉及内省和自我反思，个体可能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价值观和现实的本质。这种自我探寻的过程可以带来对自己真正本质的更深层次理解，并重新评估自己在生活中的优先事项和目标。自我消融。精神觉醒过程中，代表个人自我身份和对物质世界的依恋的自我可能会经历消融或转化，这可能导致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转变为更具同情心和相互关联的存在观，与更高层次的联系。许多经历精神觉醒的人报告称，他们与自己之外的更高层次存在有一种深刻的联系，这可以描述为与宇宙、更高的力量、自然或集体意识的联系。这种联系常常带来敬畏、惊叹的感觉，并让人有一种参与更大生命图景的感觉。超越二元思维。精神觉醒通常涉及超越二元思维，即将世界看作对立面，例如好与坏、对与错的倾向。相反，个体可能接纳一种更包容、非评判性的观点，认识到一切事物的统一和相互关联。情感疗愈。作为觉醒过程的一部分，未解决的情感问题和创伤可能浮现出来，需要进行疗愈。这可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阶段，但也是个人成长和转变的机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精神觉醒通常会导致个人重新评估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选择。个体可能会将内在满足、同情心、真实性和他人的幸福放在物质财富或外部成就之上。值得注意的是，精神觉醒是一种非常个人和主观的经历，它可能会逐渐发生，也可能会被重大的生活事件触发。一些人可能会寻求精神实践，如冥想、瑜伽或正念，来支持他们的觉醒，而其他人可能会通过宗教或哲学教导来找到自己的道路。最终，精神觉醒的过程是关于揭示和体现个人真正的本质，并在生活中找到目标和满足感。扩展意识是精神觉醒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涉及到个体的意识和感知的增强，超越了日常的表面层面。下面我将详细描述扩展意识的几个方面。深入觉知内在体验。在扩展意识的状态下，个体会更加敏感地觉察自己的内在体验，包括思维、情绪、感觉和身体感知。他们可能会更加注意自己的思维模式和情绪反应，并更好地理解他们是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和行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感知。在扩展意识的状态下，个体可能会超越日常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他们可能会感受到时间的流动和存在的变化，并有一种超越身体的感觉。此时，他们可能会体验到现在的力量和重要性，以及与过去和未来的连接。敏锐的感官体验。扩展意识的人可能会对感官的体验变得更加敏感，他
他们可能会更加注意周围环境的细微变化，更加深入地感受到色彩、声音、味道和触觉的丰富性。这种敏锐的感官体验可以带来更深层次的连接和与现实的共鸣，与自然界的联系。在扩展意识的状态下，个体可能会感受到与自然界的深刻联系，他们可能会更加敏感地察觉自然界中的生命力和循环，并体验到与大自然的共鸣。这种联系可能会带来对生态系统的关注和保护的意识，深入的洞察力和直觉。扩展意识的人可能会获得更深入的洞察力和直觉，他们可能会更好地理解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并能够通过直觉感知到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事实和真相。共享意识的体验，在扩展意识的状态下，个体可能会感受到与他人和更大的集体意识的连接，他们可能会体验到一种共享感知和情感的状态，感受到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共同存在。这些是扩展意识的一些常见方面，但每个人的经历可能会有所不同。扩展意识的体验是非常个人化的，它可以通过冥想、意识实践、深入思考和自我探索等方式得到培养和发展。它可以带来对生命的更深层次理解和感知，并丰富个体与自身和世界的关系。自我反思和质疑是精神觉醒过程中的关键方面，它涉及到对自己的信念、价值观和现实的深入思考和质疑。下面我将详细描述自我反思和质疑的几个方面。质疑传统观念和信念。在自我反思和质疑的过程中，个体开始质疑他们长期以来所持有的传统观念和信念，他们可能会开始思考这些信念的根源、合理性和对自己的影响。这种质疑有助于打开思维的局限，探索新的观点和理念，探索存在的本质。在精神觉醒过程中，个体对存在的本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可能会探索哲学、心理学、宗教、灵性和科学等领域，以寻求对存在的更深层次的理解。这种自我反思和探索有助于拓宽思维的边界，超越传统的表面观点。对个人价值观的审视。在自我反思和质疑的过程中，个体开始审视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会思考什么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什么是他们生活的核心价值。这种审视有助于个体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意义，并使他们更加有意识地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生活。对现实的重新评估。精神觉醒带来对现实的重新评估，个体开始质疑社会和文化的规范，思考现实的本质和局限性。他们可能会反思自己在这个现实中的角色和责任，并思考如何创造更有意义和有益的现实，寻找自身真正的本质。在自我反思和质疑的过程中，个体开始探索自己真正的本质。他们可能会问自己，谁是我真正的自我？我与我所认为的自我有什么不同？这种自我探索有助于个体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在本质和真实身份，质疑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精神觉醒带来对人生意义和目的的思考，个体开始思考人生的目标和意义，以及他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目的。这种质疑有助于个体更加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并寻求更有意义的生活。自我反思和质疑是一个深入思考和内省的过程，它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了解自己，探索现实的本质，并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和目标。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时间和努力，但它是个体精神成长和觉醒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我消融是精神觉醒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指的是个体对自我认同和个人身份的解体或转变，超越了自我中心的视角。下面我将详细描述自我消融的几个方面。解体个人身份。在自我消融的过程中，个体开始质疑和解体他们对自己的定义和认同，他们可能会反思自己的角色、身份、社会地位和外在形象，并逐渐超越这些表面层面的标签和定义。个体开始意识到自己远远超越了狭隘的自我概念，超越自我中心。自我消融涉及到个体超越自我中心的视角，个体意识到自己不再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不再将自己的需要、欲望和利益置于他人之上。他们开始培养同情心和关爱他人的意识，并在关系中表现出更大的包容和无私，进入无限意识。自我消融的个体可能会进入一种无限意识的状态，他们超越了对个体存在的局限性的感知，开始感受到更大的存在之流。这种经历可能带来对无限意识的体验，感知到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体验融入整体。在自我消融的过程中，个体开始体验到与整体的融合感，他们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联系和共鸣，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种体验可能带来深刻的和谐感和内在平静。爱与连接的体验。自我消融的个体经历到更深层次的爱和连接，他们感受到与他人、自然界和宇宙的亲密联系，体验到一种超越个体之间界限的爱的存在。这种体验可能带来一种深沉的满足感和喜悦。拥抱存在的不确定性。在自我消融的过程中，个体学会接受存在中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他们放下对控制和固定答案的追求，接纳生活中的变化和不可预测性。这种接纳带来内心的自由和放松，个体开始更加灵活地应对生活的挑战。自我消融是个体超越自我的旅程，它带来对自我的解体和更广阔意识的觉醒。通过超越自我中心和体验与整体的融合，个体进入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存在方式，与世界和生命产生了深刻的连接和共鸣。与更高层次的联系是精神觉醒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它指的是个体与超越个体的存在之间建立的联系和共鸣。下面我将详细描述与更高层次的联系的几个方面。连接宇宙意识。在与更高层次的联系中，个体开始感受到与宇宙意识的连接，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宇宙的一部分，与宇宙中的一切有着共同的根源。这种连接带来一种宏观的视角，个体开始体验到宇宙的无限性和智慧，体验灵性维度。与更高层次的联系还包括对灵性维度的体验，个体可能会体验到超越物质层面的存在，进入更深层次的意识和智慧。他们可能会感受到灵性实相、能量和维度的存在，并体验到超越传统观念的境界。与智慧引导的联系。在与更高层次的联系中，个体可能会体验到与智慧引导的联系，他们感受到自己与内在的智慧、直觉和灵性指引的共鸣。这种联系带来了一种深刻的信任和指导，个体开始依靠内在的智慧来引导他们的生活和决策，感受共同体意识。与更高层次的联系还带来了共同体意识的体验，个体开始感受到与其他人和整个人类共同体的联系和共鸣。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选择对整个共同体有影响，并开始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人类的命运和进步，经历超越时间和空间。
与更高层次的联系可能带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体验，个体可能会感受到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意识到存在超越了线性时间的限制。这种经历带来了对存在的更宏观的视野，个体开始体验到现在时刻的深度和无限性，融入生命的流动。与更高层次的联系还包括融入生命的流动的体验，个体开始意识到生命是一个不断流动和变化的过程，他们学会与生命的节奏共舞，接受变化和不可预测性。这种融入带来了一种深刻的安心和接纳，个体开始与生命的流动相互合作。与更高层次的联系带来了个体的觉醒和超越，通过与宇宙意识、灵性维度、智慧引导和共同体意识的连接，个体经历到更广阔的存在和深刻的意义。这种联系可以带来深层的满足感、平静和指引，引导个体在生活中寻找更高级别的目标和成长。超越二元思维是精神觉醒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指的是个体超越对世界的二元对立观念，如好与坏、对与错等，以接纳更为包容和非评判性的视角。下面我将详细描述超越二元思维的几个方面。统合对立面。超越二元思维的个体学会将对立的观念统合在一起，他们意识到事物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存在于一个更广泛的连续性中。个体开始欣赏并接受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不仅仅局限于对立的观念。非评判性观察。超越二元思维的个体学会以非评判性的方式观察和体验事物，他们不再将事物分为好与坏、对与错，而是接纳事物的存在本身。个体开始从一个更中立和开放的立场来理解和体验世界，理解相对性。超越二元思维的个体理解事物的相对性，他们认识到观念和价值观是相对于个体和文化而言的，并没有绝对的标准。个体开始尊重不同的观点和观念，以及多样性的存在，接纳矛盾和不确定性。超越二元思维的个体接纳矛盾和不确定性的存在，他们意识到生活中存在着复杂和矛盾的情况，而不试图寻找绝对的答案或解决方案。个体学会在矛盾和不确定性中找到平衡和和谐。整体性思维。超越二元思维的个体发展出整体性思维的能力，他们开始看到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性，而不是孤立地看待事物。个体意识到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从而能够以更综合和综合的方式思考和行动。超越标签和界限。超越二元思维的个体不再受限于标签和界限，他们不将自己或他人局限于特定的身份或定义。个体开始意识到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和潜力，并能够超越表面上的标签来认识他们的真实本质。通过超越二元思维，个体能够开阔视野，接纳多样性，并在观念和行动上更加综合和包容。这种觉醒的视角使个体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世界，并以更开放和和谐的方式与之相处。情感疗愈是精神觉醒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指的是个体在觉醒的过程中，面对和解决内心的情感问题和创伤，以达到情感的平衡和康复。下面我将详细描述情感疗愈的几个方面。感受和接纳情感。情感疗愈的第一步是个体开始感受和接纳自己的情感，他们不再压抑或忽视自己的情感，而是勇敢地面对和探索内心的情感世界。个体学会认可自己的情绪和情感体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
感受情感的释放和表达。在情感疗愈的过程中，个体学会释放和表达内心的情感。他们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情感，如艺术创作、写作、舞蹈、音乐，或与他人分享。这种表达和释放情感的过程有助于减轻内心的负担和压力，并促进情感的流动，探索情感的根源。情感疗愈还包括个体探索情感的根源和起因。他们可能回顾过去的经历、家庭背景和关系，以了解情感问题的来源。通过这种探索，个体能够认识到过去的伤痛和创伤对当前情感状态的影响，并开始寻找解决方案和自我疗愈的途径。情感的整合和调和。情感疗愈的目标之一是个体学会整合和调和内心的情感。他们不再将情感划分为正面或负面，而是学会将它们看作是内心整体的一部分。个体通过接纳和理解情感的多样性，实现情感的平衡和和谐，培养自我关爱和自我接纳。情感疗愈还涉及培养自我关爱和自我接纳的能力。个体学会对自己的情感给予关怀和同情，而不是自我指责或抑制。他们开始给予自己安慰、理解和支持，并接纳自己的全部，包括情感上的脆弱和不完美，寻求支持和专业援助。在情感疗愈的过程中，个体可能寻求支持和专业援助。他们可以与心理治疗师、辅导员或其他心灵导师合作，共同探索和解决内心的情感问题。专业援助能够提供指导、支持和工具，帮助个体更有效地进行情感疗愈。通过情感疗愈，个体能够解放内心的情感困扰，实现情感的平衡和康复。这种疗愈过程有助于个体的内在成长、自我理解和更深层次的觉醒。在精神觉醒的过程中，个体经历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涉及对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和生活选择进行重新评估，并对它们做出调整。下面我将详细描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的几个方面。内在的真实追求。在觉醒过程中，个体开始对内在的真实追求给予更多关注。他们不再追逐外在的物质成就或社会认可，而是寻求与自己的内心深处相连的事物。个体开始探索自己的激情、兴趣和目标，以寻找与之共鸣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的转变。觉醒过程中，个体的价值观可能发生深刻的转变。他们开始质疑以前的价值取向，并对生活的意义和目的进行重新思考。个体可能更加重视内心的和谐、人际关系、自我成长、社会责任或灵性成长等价值观。深度连接和共情。个体在觉醒过程中可能体验到更深层次的连接和共情。他们开始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系、共同体的意识和对他人的关心。个体可能更加注重情感支持、互助合作和社会公益，以创造更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简化和内在富足。觉醒过程中，个体可能转向简化生活和追求内在富足。他们开始减少对物质财富和外在成功的追求，而将注意力转向内在的心灵成长和满足感。个体可能通过简化物质生活，实践自我关爱和培养内在的平静与满足感来实现这种转变。全面的身心健康。觉醒过程中，个体更加关注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他们认识到身体和心灵之间的相互关联，并将健康和福祉作为综合的概念来对待。
个体可能更加注重营养饮食、运动锻炼、冥想和心理健康的维护，以促进身心的整体平衡和健康。可持续和有意识的生活。觉醒过程中，个体可能倾向于过一种可持续和有意识的生活方式，他们开始关注环境保护、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平衡。个体可能选择减少消费，重视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并通过个人行动来影响社会和地球的可持续发展。这些转变在每个个体身上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程度，但总体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是精神觉醒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帮助个体找到更有意义、充实和与内心相契合的生活道路。